为了自由，你们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？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。众所周知，在冷战时期，一堵柏林墙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分裂，东德、西德分别由苏联和美英法占领，仅仅一墙之隔，亲人分隔两地，生活环境也是天差地别。因此，很多东德的居民就算是冒着生命危险，也要翻过墙去。可是，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带布满了铁丝网、地雷和机关枪等等，无奈之下，想逃跑的人只好把目光转向了天空。曾经就有2个人，他们自制了热气球，带着家人成功飞越了柏林墙，完成了这一壮举。可怕的是，在这之前，他们已经尝试过了2次，都以失败告终。哪怕再晚这么一丁点，恐怕就要大难临头了。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德国被美苏英法4国所占领。很快，冷战爆发，有关于德国资源的分配问题，这些国家商讨了很多次，都没能达成一致。1949年5月，苏联占领区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，简称东德，而美英法占领区合并，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，也就是西德。一个德国就这样被分裂成为了2个国家。然而，对于东德居民来说，他们还是无法接受被苏联人民解放的事实。就这样，隔阂越来越深。相比之下，西德本身就是工业聚集地，无论在面积、人口还是经济上，都占据了极大的优势。自从德国投降后，流落在东欧各国的德国人都惨遭驱逐，他们大多也都返回到了西德。而东德人见状，纷纷开始流入西德，大约有360万人迁移了过去，其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高级人才。本来人口就不多，穷得够呛，还要流失这么多的居民，东德再也坐不住了。为了阻止两地的自由往来，1961年8月13日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下令开始修建柏林墙，永久关闭边界。据统计，从1961年到1988年期间，有7万5千名东德人因试图逃往西德而入狱。他们有的翻墙，有的挖地道，还有的开卡车撞出去，反正逃跑方式五花八门。为了严防死守，东德政府增设了瞭望塔、碉堡和电网，边境巡逻队也已经被允许采取任何致命手段，试图阻止穿越柏林墙的人。而那些心心念念想要离开东德的人就要伤脑筋了。彼得和冈特就是一对难兄难弟，他们是同一家塑料厂的同事，由于志趣相投，他们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朋友。很快他们聊到了逃离东德的禁忌话题。在这之前，彼得是东德的空军机械师，而且又有逃跑者成功利用农用喷药飞机飞到对面的案例，所以最开始彼得建议他们可以建造一架直升飞机。但仔细考虑之后，彼得就发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因为他和冈特两家一共8口人，根本就搞不到匹配的发动机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电视里面的热气球节目给了他们启发。1978年3月7日，彼得和冈特开始收集和制作热气球所需要的材料。他们先计算出所有乘客加上热气球的重量，大约在750公斤左右。要想让这些重量飞上天，气球则需要容纳2000立方米的空气，加热到100摄氏度。这样下来，根据估算，热气球所需要的材料面积至少为800平方米。其实光是这一串数字就已经让他们头疼了，因为东德有一个神秘的国家安全部，简称斯塔西。这个特殊机构曾经被称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秘密情报机构。不夸张地说，在东德遍地都是斯塔西的眼线，简直是无孔不入。所以彼得和冈特想要在东德一下子收集这么多的面料，实在是太过引人注目了。为此，他们只能去邻近的城镇拼拼凑凑。最远的一次，彼得和冈特走了整整50公里。店员听说所需要的数量后，都非常的诧异。对此，他们解释说，这些面料是拿过去做帐篷的内衬，是为了露营俱乐部采购的，所以量才会如此之大。好在面料问题蒙混过关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，4名大人开始分工，彼得和冈特负责建造热气球的平台、燃烧器和临时的火焰喷射器，2位妻子则开始用窗帘、床单、淋浴帘和买回来的面料缝在一起。到了4月，彼得和冈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偏僻的森林，决定先进行试飞。然而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失所望，几次尝试下来，气球都没办法充气，最后只能宣告失败。事后彼得还花费了好几个礼拜，在炉子里面分批烧掉了剩余的面料，避免被间谍发现。虽然第一次的失败让所有人都很受挫，但他们并未放弃逃跑的信念。彼得和冈特静下心来，认真研究失败的原因。果然，他们发现采购的面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，它会把热量散掉，所以在测试中，气球从未离开过地面。那么，到底该用什么样的面料呢？为了尽快做出第2个热气球，彼得和冈特又找到了塔夫绸、尼龙和雨伞的面料来进行对比。为此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，比如用烤箱来测试耐热性，用真空吸尘器和玻璃管测试哪种材料最不易透气。
经过对方对比，他们选择了合成的塔夫绸。同样的，为了搞到足够的面料，他们这次走得更远，开车整整160多公里，找到了一家百货公司。紧接着，彼得和冈特摇身一变，又变成了帆船俱乐部的工程师和采购员。他们声称需要一卷长800米、宽1米的面料，用来制作帆船。第二天，彼得和冈特又买了一台发电机，以此来加快缝制速度。他们必须要赶在斯塔西发现之前成功逃出。然而，第二个热气球做出来后有个明显的缺陷，吊舱太小，只够一家人飞，而且燃烧器的功率也不足。彼得和冈特反复试验了好几个月都没能解决问题，冈特都想打退堂鼓了，他决定把热气球让给彼得，自己尝试捣鼓滑翔机去了。然而，彼得却不想放弃。他继续改进燃烧器，终于在1979年6月，他意外发现，如果把丙烷罐倒置，额外的压力会导致液态丙烷气化，从而产生更大的火焰。很快，他改装好后，准备进行飞行测试。1979年7月4日凌晨，趁着月黑风高，彼得一家从海纳斯多夫附近的草地上起飞，并以每秒4米的速度开始攀升，缓缓向西德靠近。只可惜天气不好，热气球很快就被雨水给打湿，而凝结在气球上的水珠又增加了自重，最终热气球不可避免的下降，降落在了离边境2公里的森林里面。这时彼得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们至少还能偷偷跑回家，只不过热气球的残骸就没有办法带走了。其实在这里他们还得感谢一个人，他是一位警察，因为在东德森林是禁区，没有许可证的话任何人都不得入内。而这个警察在几天后去森林里拾柴，发现了热气球残骸，但他怕受牵连，于是选择了沉默。就这样，热气球降落后，彼得一家行走了至少9个小时，其中还偷摸着穿越了禁区，真是惊心动魄。安全回到家后，他们也非常的谨慎，赶紧打电话给单位和学校请假，销毁所有的证据。最后，直到7月20日，有位猎人发现了热气球的残骸，上报后，斯塔西便立刻展开了搜捕行动。8月14日，他们公告了热气球残骸，征集线索。斯塔西在东德可谓是闻风丧胆的存在，只要被他盯上，早晚会被追踪到。因此，彼得赶紧叫上冈特，着手准备第3个热气球。但是这一次，采购面料必须更加的谨慎，他们不能再一次性订购大量的面料了，只能一点一点的来。像伞丝、帐篷、尼龙布、塔夫绸等面料被装进了信封里面，掩人耳目。有了前面的经验，第3个热气球的诞生只花了6个礼拜。它高28米，直径达到了20米。下面是一个140乘140厘米的吊舱，足够容纳8个人。要想成功，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。9月15日，一场雷暴过后，不管是风的方向还是强度，天气条件都非常的完美。彼得和冈特当即就决定起飞，起飞地点还是选择第一次试验的草地，一切准备工作都按照计划中的顺利进行。到了凌晨2点，2个家庭顺利飞上了天空。然而飞行过程并不顺利，因为地面上的绳子没有及时切断，导致吊舱倾斜，火焰烧着了织物。好在他们事先准备了灭火器，及时将其扑灭。大约在9分钟之后，热气球就上升到了2000米高，并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飞向西德。其实，在他们升空后几分钟，警方就接到了举报，有一个不明飞行物正在飞向边境。可是由于热气球飞得太高，无法被识别，这事也就作罢。在飞行28分钟之后，热气球终于落地。彼得和冈特赶忙四处张望，妻子和孩子们都躲了起来。很快，他们观察到这里的农场和工厂都和东德的很不一样。与此同时，2名巴伐利亚警察也发现了他们。后来经过警察证实，他们降落在了距离边境10公里的地方，已经成功飞到了西德。这2家人顿时喜极而泣。此次穿越柏林墙的案例被视为壮举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东德那边都气坏了，他们立刻逮捕了彼得妹妹一家以及冈特的兄弟，罪名是协助并教唆逃跑。紧接着，边境巡逻变得更为森严了，所有的小型机场被关闭，丙烷罐也成为了注册产品，就连制作热气球所需要的面料，一般人也都买不到了。不过好在他们的亲戚最终在国际特赦组织的帮助下获释。来到西德后的彼得开了一家电器店，冈特则在一家汽车修理店当上了领班。戏剧化的是，彼得的一个朋友在1982年被西德赎回，在电器店里面打工。不过后来才知道，他已经成为了斯塔西的间谍，专门是来监视彼得的。所以在两德统一之前，彼得和冈特都生活在斯塔西的监视之中。1989年11月9日，柏林墙倒塌，东德人民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翻墙了。彼得也搬回了家乡生活。最后，他于2017年3月11日去世，享年74岁。当年的热气球也被珍藏在巴伐利亚的博物馆当中，进行永久性的展出。世人惊叹于这个惊险刺激的故事，纷纷前去拜访打卡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你是彼得和冈特的话，
你会想用什么样的方式翻墙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真真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